下次他就完全独立操作。原来叫登山科考，现在科考登山。现在发动机打不着。不是，现在就等他呢，他是晚了4、5天啊。尽快的完成这个充气，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就会越来越焦虑。连旅行社都降不下来。得改道了，不行，得改道。整个塌下去了，真漂亮啊！干这一辈子的冰川，接着再往下干。我相信这些成果最后一定能为我们的国家，也为人类做出科学的贡献。谁设计的箱子，把我的名字就印在上面的？自己还有什么没准备的？就下午从这边忙完之后去买一下野外的帐篷。啊，要带的那些跟牛工那边都沟通过了，也没有问题了，是吧？对。我们这个团队主要是观测大气中水汽的变化情况。这次整个珠峰科考当中，我们是利用浮空艇这个平台，进行从地表一直到9000米高空大气中水汽含量的变化观测。你怎么来了？那姥姥他们呢？姥姥他们在家呀。作业做完了吗？没有，还差一张数学书上一张嘛。妹妹，你今天要去干嘛呀？为什么要去这么久？我们这次要去珠峰啊。我们这次还是去放那个大球，我给你看一下啊。整个科考这次要200多人，16个队伍呢。然后他们专门有登山队，这次跟我们一起，登山队会一直上到珠峰顶上，然后在那儿会把这个打一根冰心，然后还会加一气象站。我们这次主要在下面这个大本营这儿站上，还是用那个新的球。大球，新的球又买了一个。没有，不是买的，是专门研制的一个。我们一直在说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它给我们这个地区以及周边地区都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那么青藏高原上面这么多的水，最初它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过程给它进行了一个补给，让它一直都有比较大的水量。所以我们是利用同位素的示踪的原理，想把不同来源的水能够给它区分清楚，并且把不同来源到底能够提供多少水量，把它能够解析出来。晚上肯定有坑啊。不，这就是我这个飞机只有我一个人，那个飞机只有姚老师一个人。油量可能得稍多一点。对啊，第一趟飞嘛，先探路，不带其他的人。好，明白。就我一个人，那个飞机他一个人。行，好吧，明白了。这次珠峰综合科考巅峰222，我们总共设计的是3个高度的冰心战区，8848、7028的北澳的冰心战区。通过这3个冰心战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不同的海拔梯度上，那么全球变暖对我们整个的冰川的这种消融过程的影响。上来了。就是这样，他那个地方只有徐北清知道，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现在去的目的就是能不能2家都降下来，或者哪一家降下来。这是两家要你们2家来的目的。
那么这个地方，他只有前面去了，我们跟着，所以这个地方我知道。对，这个好，确保安全。太高是吧？还是太高。对，空气这个密度太低了。飞机还是靠的，它性能发挥还是靠的密度高度。对对。6500那块，你给他理解吗？就是我说的那个直直的垭口。根据现在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功率反应，也再合计吧。这个呢6700那个平台，这上面的平台安部嘛，啊，这个，在那原来安部的这个斜面到这上面一个平顶顶部，这个平顶是6800，这个安部呢是6700，这两个地方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要翻这个陡坎，难度有点大。我们想在那停，那空气太稀薄了不行。那个飞机在那报警。有一个可以调节的那个调节的腿，调节的支架是那个吧？这个到地面的高度要量下，然后这温度一般差不多在这个中间。他们就弄，然后你只看着就行。你指挥，这样的话他们就有那个什么了，有个下次他就完全独立操作了。对，完全独立操作。那这个都不用带，如果是这样的话，李老师这样的话，你找一个木头，对呀，能装到这里，我们只带这个木头就行。对，然后用杆子，我们用这个杆子搓就行。然后这个带子也要做一个记号，1号、2号、3号、4号、5号，顺序来。我们这次最大的一个模式上的变化，就是我们原来科考队员是跟着登山队员走，跟到一定高度上不去了，登山队员上去了，科考队员就到这儿为止了。那么现在登山队员变成科考队员的一员，原来叫登山科考，现在科考登山。高原长云暗雪山，荣布遥望珠峰巅。风雪百战披银甲，赴达使命终不还。那时候像这边场地都没有开始平整，然后整个营地什么都没有布置，所以我当时就特别郁闷，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后面所有的工作可能都要被延后。老师。目前3个主要的顶峰的科考项目这一块，我们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做好了分工。我觉得大家都在5200的大本营取得了高度的共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可能就朝着我们的既定的巅峰使命2022的目标迈进。我们期待我们的这个科考任务成功。先锋队出发，完了我们在外面集合，可以，再集体出发，好吧？谢谢大家。
现在要求到冰线的科研工作可以的。来7028度。不让要求到，让个子都没，这点钱这些一些。登山学校学生跟那些向导，他们是属于非常专业的向导人员。其中我们有一个扎西平措，他是已经登过15次珠峰。我都分析一下，7028离着10千米的，我来打我的，毕竟要上去，然后是。来，下一点。这个发动机打不，这个打不着，啊。我再试一下，不行的话，现在根本打不着。所以刚刚我们课后队员下到那个6350米，然后背到那个6500，然后用那个发电机。过来球队，过来球队。到了吧？这是到了，辛苦。护士，你把车倒一下，我们把那个仪器先卸进去。好，谢谢。这个是设备，太阳能板。高老师。高老师，你都不这么严。热烈欢迎。啊，你刚从拉萨过来？对，刚从拉萨过来。啊。欢迎。不要随意跳下来，氧气进上来。氧气对，氧气出口，看到？因为珠峰是我们大家的家园，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义务去做一些科考来更好的保护它。目前珠峰北侧的环境保护是绝对到位，大家是捡垃圾，但是现在是找垃圾，任何一个垃圾都行。称重之后，我们会按照他提供的量吧，给他们钱。珠峰的登山垃圾是零容忍，必须要做到全球最好的一个典范。我鞋啊。你的鞋在那儿？这个吗？对。我帮你穿一下。穿下去。你自己穿不了。自己穿不了。你一会儿穿多少？今天要上7028成功。以往的话，我们只是负责个人的氧气就可以，但是今年呢，我们有包括气象站、雷达测绘，还有钻取冰芯，将近60-70公斤的设备，所以可能今年整体登山队员的体能和各方面要求更高。加油 ！Nice。往年我们其实最高它的升空高度是到海拔7003米，它的实际升空距地表的这个高度最高是到3000米。像在高空的话，你如果是增加100米，很多不确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所以这次主要是在高空的这个挑战比较大吧。这套新系统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在青藏高原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因为我们这次可以说是已经计划了3年来做这样一个观测任务，我希望它的观测的高度能够直接超过珠峰。顶峰给第二个气象站固定要不切，过去的这个都对的，这可以啊。今天我们是从6500出发到7028，总共用了5个多小时。
我们今天总共是17个人，其中有3位科学家，我们的老师。主要工作是气象站的架设和冰芯的钻取。我在那60度，60去啥？60去啥？我60度，到3学对就没过去。头位是，这是2号电继续，2号电上水继续。冲到这里。哎，终于7天的任务结束了，7天的任务成功完成，然后今天可以好好休息，就等着攻顶了。对，目前是8300米、7790米、7028、6500米、5800米，这个气象站已经架设完毕，数据都已经顺利的传回来了。刚才老师在讲一下他们那个环境参数，在讲珠峰大气和健康。花了10天的时间，把融破冰川的整个表面用3D 扫描和无人机飞了，飞得比较细。我们今天呢，从拉萨到这个大本营，通过直升机来，整个这个坡面的这也是第一次。对，就把那天完成工作和这个讲完之后，他的主要工作在那队伍。喂，哎，副长，他们那个毛波车手续办完了吗？喂，能听到吗？哎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呢？不是，问题在于这个事情都1个月了呀，一个月计划成这样。不是，现在就等他呢，他是晚了4、5天啊。当时这个毛波车受管控限制，没有办法进入西藏。当时也是非常的焦虑，因为毛波车不到，我们整个系统都没有办法充气，就后面所有的进展都得延后。我们从4200多米一直到8848，这么大的垂直梯度上，是每100米取一个冰样或者雪样。同时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测冰雪的厚度，架巅峰站、气象观测仪器。走了。
这个风向一直是对着你吹，很难受，很难受。如果是这样的大风的话，很难受，特别难受。富强，我去叫他。站那站那。你们今天什么安排呀？那2个舱现在正在找地方调试呢嘛，这个就是那什么主要就是等这个场地还有后面的毛博了。反正是毛博车晚。尽量往前赶吧。因为我一会儿要跟他们去大本营一趟。你要上去啊？对。然后有什么事儿，你及时给我打电话吧。这里的海拔是5200米。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位于大本营的前方指挥部。从现在从收尾到整个这个队伍到达8800米，可能还需要1个小时吧，差不多9点半左右就到了8800米。那我们现在也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一段高深摄像回传的画面是今天早晨他在登顶的这个路上，就是从8003到808的这个路上，在8086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我们从8003的时候，晚上是9点左右休息，2点钟起来烧水，3点钟出发。其实那天睡眠也就3个小时。前2天晚上下了好多雪，积雪，所有修路的这些绳子也拔不出来，雪也非常厚。当时本来是我们4个小时才到那个顶峰，后来我们再推迟了4个小时。如果氧气允许的话，待个1个小时左右没问题。一旦风特别大的话，那就很危险，对所有队员的手脚的冻伤啊，各方面还是比较危险。你下面怎么样？我下面现在就等毛博车，别的全都铺开了。今天早上问是过那曲了。过那曲了。到拉萨还需不需要再办手续？需要啊，那个他从格尔木只能办到拉萨，反正让他们办就行，有问题到时候再说。太棒了，太棒了！这个是有史以来最棒的画面，很震撼，很震撼。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你很棒啊！8780米的横切画面，非常好，是我们的高深摄像最难的一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很震撼 ，good good，very good。横切那一段属于难度、危险系数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基本上我们都不看，上下基本上都不看，就看着前方那个路绳。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现在我们看见有几位队员在大约830米的这么一个位置，他们正在把设备再拿出来。我们往往是旁边看的人比现场做的人更激动。我们知道做好多事情都是这样。那么在现场，咱们科考队员们又得测厚度，又得取样，又得把仪器架起来。他们的所有的关注度全是在他们的工作上面。还没有其他的精力说我还想激动一下，但我们下面看的人呢，他们每做成一个事情，可能就会激动一次，所以我们的激动的心情可能比他们要强烈的多。我把这个架子抽开了一下，这是那个气象站的架子。我们知道在青藏高原看的最明显的变化是变暖变湿，而且变暖的幅度是全球平均或者中国低海拔地区的2到3倍。所以现在把这个气象仪器放上去以后呢，就是给冰川加了一个报警器。我们这个叫冰雪样，是既有冰样又有雪样。当然，最宝贵的还是在珠峰顶部取的冰样，这是我们认为现在也是地球上最珍贵的冰雪样了。
是要让我们唱。2022年可不登顶。我们这次巅峰科考有好多科学任务，我们今天的登顶观测采样只是我们这一系列科考任务里边的一个内容，但是这是我们整个各个科学任务的标记性的任务，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成功的完成这个任务，应该说对我们后面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没事，够，2个车。你们现在还有山庄啊？装了，你不装打不开。我们在5月4号峰顶冰雪样品采集成功以后，今天从峰顶把冰芯样品又安全的运输到了大本营。那么这个整个的这次的冰雪样品的采集的设备的设计和科考队员的培训，都是我们徐北清研究员在一手策划和做成的。第2次科考，通过首次，也是人类首次，通过钻探设备，在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地区获取了冰雪样品。因为现在我们刚刚冰芯搬运下来，那么需要有很好的这种冷冻设备，正好就利用这种温度比较低的时段，把冰芯搬运，存储，这样有利于冰芯的固体的保存。6004都降不下来，只能靠人力了。你看到这状态的，咱还得保安，不知道，没看，哪里没。这样子给我看到跑开过了，带几个吃饭的东西，哪一样？休息，都没嘛了，本来设计的是6800，但是6800实在是太困难了，飞机也无法降，登山也没办法靠地面仍然上得了，所以说最后选了6500。那我走过来都松的，肯定不行。再压2遍就好了。那个地方就像中转，那我让他再重新建2次。赶紧停，要不然等了这么多天没人来了，又在这儿等着。因为已经到这儿了嘛，大家其实都希望把后续的工作尽快开展起来，不要在最后1公里上还有什么耽误的。它只要一到，我们后面所有的步骤都能够加快，就是说你已经能够看到充气的这个希望了。反正今天下午跟张老说，
应该准备明天早上他们要那个把球弄出来，然后明天晚上就是还是准备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次观测总共是64名队员，我们青藏所这边是21名队员，长光所是有1名队员，还有42名是来自于空天院。空天院他们主要是负责球体的发放。长光所的这位同事，他主要是进行仪器的研发，我们保温保压舱是由他来研制完成的。我们主要是进行科学观测，就是不同的科学仪器，保证它的正常工作，然后获得有效的观测数据。我们上次在鲁朗观测的时候是连续7个通宵，所以不知道这次我们能不能打破上次的记录。开吧！哎，咱们放了，放了。停！这个太长了，扎住，先扎住。应该是硬，以前这个硬的那个在下面。管这都是硬的，看这个都这么软啊。这批采掘他做错了。硬的。那你体验一把啊，我放了啊。我肯定是担心整个团队的状态和进度，因为我们的进度本来就已经各种各样的因素，毛波车啊什么的都已经延后了，进度上的压力是特别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野外拖的时间越长，整个团队人员从精力、从精神上，他都越来越压力大。当时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尽快的完成充气，因为充气完了，大家基本上已经确定我们可以进行观测了，心理的压力就不会再那么大。如果是不充气，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就是我一定要等到哪天，就会越来越焦虑。这个咬的好，这个咬的好。为什么一直要寻找冰芯？冰芯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当中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别是在我们青藏高原这样一个极高海拔或者高海拔地区，一个冰它本身就有一种气候指示意义，它里面包含了像人的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可溶性的和不可溶性的物质。另外一种，我们从中可以探讨大气的一些变化，比如说里面包裹的气体，它显示到大气的成分的变化，特别温度机理的变化等等等等，都这样的。所以说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真漂亮啊！干这一辈子的冰川，接着再往下干，也走了。就是看整个从8848珠峰顶部，一直到我们的7028、6500这样情况下，冰芯的它这个成冰作用过程如何，也就是反映不同的海拔梯度上，那么全球变暖对我们整个的冰川的这种消融过程的影响。我们主要是对西风、季风的大气环流对整个珠峰地区的环境影响是如何的。那么在6000到7000之间存在强烈的季风活动，在这不同的梯度上，那么季风、西风是如何垂直相互作用的，以及对我们整个珠峰地区的环境影响如何。那边提起来。
就有一个小管，不是一节小管接上就行。当时跟张老师他们沟通，他们是一直希望有一个7到8小时的净分的这么一个条件，来实现整个充气过程。根据我们前几天对这个地方过程的一个观测，就发现它不可能出现一个7到8小时净分的状态。然后就跟张老师他们商量说，可不可以我们分步来？比如说头1个半小时，我们先把阀门进行安装，再根据当时的这个风向风速的情况，确定后续的步骤。上那么高的。张老师来跟我沟通说要不要操作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们不做，你永远是在等着；但是你只要第一步做了，你就很快会去做第2步。所以当时就很坚决地告诉他，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做。还有一个擦，谢谢。那车拿公社的，加一个。重机速度2490。收到。这个气球出去，你们的工作不限天时。对，是。我们前面10天了吧，这已经。对。10几天了。我估计你能顶着巨大的压力，6个人。我特别高兴，因为就是说充气完成以后，你就知道它可以观测了。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观测了。你们确定过去那当时不那么职业嘛？你的？你看这他都来这个我不懂的，这的俺这电给是了，但俺这电给是交，好像不是这样不是的，没工打回来是的。他们需不需要留这里？他们今天就不回来嘛？哦，对，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个需要几天的当中，他们留是可以留，但是肯定需要涨的工资，涨的工资。最终的就是那个缆绳嘛，反正是他们觉得有兴趣的连环的好。那个零零星星的东西啊，没关系，经常往这么一打，也打站的时候带上就行，是吧？没必要搞那么全。这个是弄雪的是吧？压帐篷的，对。反正靠到地上人就好了。雪垛子拉了，行，那不行，走吧，走。冰芯钻取确实是相当困难也危险的事，因为首先现在是随着天气变暖，那么呢适合打冰芯的地方也越来越高，所以说整个青藏高原在北部来说，你至少要在5500-600以上这样的海拔高度，所以说我们需要寻找一种高保真的，或者是带有最原始的保持的那种气息的冰芯，我们需要上升到更高的海拔高度。那么呢，这样的地形条件以及这样的海拔高度，对人心理上或身体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打几个包就完了。那工具先拿过来嘛。看看，你看，先看，先放上看。要重的话就不拉，让它下个海。现在就在10来个人，后勤的补给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是在6.5这个营地可能很难维持下去。这个的气候条件，这个月份5月份还相当可以，是吧？因为属于季风退却之前、季风爆发之前这么一个焦灼时期，相对来说，天气系统还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说是野外科考也是最好的季节，但是也碰到阵风，比较大的阵风，比如说午后，像这种比较大的阵风还是有的，但都不是很大的风，相对于西昆仑那的地方来说，小小的都有。
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月底，到了下个月初，季风就开始爆发了，这个就不适合在这里进行。因为就在这吧。就在这个区，就在前面，你们前面这块，那块就在田。这块因为是属于那个冰川顶部的嘛，安部了，所以说，冰裂隙是比较宽裕的，但都是在小裂隙。到了五之江，我们要仔细的勘测，看看雪下面是不是有裂隙，没有裂隙，我们才能开始搭帐篷来实施冰心钻井。啊？现在剪7根绳子，先把绳子扎上，是吧？所有的这个都要挂上。起的边挖，不然你空间不够。起的边挖，起的边挖，问题起的边挖，我们那就不能从这上面进来了，人从这下面钻。你从这上面进来，你要留一个大台阶，占了很大的地方。还是个台阶。你看这挖起来，我们是从下面钻的嘛，挖一半，挖一半，肯定空间不够。哎，你们那个挂仓还要个人吗？再来一个杨师吧，杨师跟你们，你跟着他们挂仓。可以啊。我们和空天院的合作是从17年的10月份开始，跟长光所的合作是在19年的时候才开始。为了做这个舱，我们前后经历了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才把整个舱做完，然后进行环境的测试，整个观测系统的测试，一直到外场测试。可能看起来我们是10几个小时做了一个观测，实际大家真的是花了4年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小车都往那边推是吗？12号晚上的风是25米，其实不是很理想，就是9000米是25米，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会试那么一下，这个呢就能刷出去数据呢就刷进去，现在呢后续呢有14号、16号、17号3个窗口，凌晨2点到5点风都挺强，我们现在设想就是整个的冲高度就瞄准14、16、17，得改道了，不行，得改道。首先，从冰塔岭这块上的冰面困难多了。今年我们要跨过很多的冰裂隙之间的湖泊，充满了风险在里面。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冰心只能靠人跨过冰裂隙去，才能背过来，直接背下去。冰心都过不来了，现在。这个发电机3点就没有了啊。好，可以，开机了吧？装起来以后，咱们就空罐试一下。我感觉不对劲了，这风扇声音太大了。好了，没事。现在解放了吧？好，现在4点多了，我们
稍微弄点东西去吃，然后再继续吧。找着了吗？找着了。冰袋找着了吗？冰袋在这儿，在这后边。是啊，一直当你跟你讲的，有些年份它消融的厉害，直接就是消融凝结，直接成了冰，你看不到沥血。有些年份呢消融弱一点，它保的是血，慢慢的压的还是冰，所以说就会出现反复出现冰沥血、冰沥血，反复互生这种现象。青木朗马2022靠1 786 94 L 等94。当时没打的时候，我们想象顶峰的冰雪样应该是很干的沥血，表层新鲜血，下面就应该很干的沥血。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发育了大量的冰层，很厚的冰层，厚达有的能达到1-2个厘米厚，而且沥血是非常湿的，那么显示了很强烈的消融。那可能是明天我们暂时不拉吧，明天不拉，就是说后面的，就是说提前，比如说是在傍晚的时候拉下去。哟，都7点了，这么快。专家也找了是吧？专家都，如果不是那个专家，那估计那个帐篷都没了。现在好，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用那个编织袋给背包都装上，都塞到坑上，整个踏实是。钻坑的帐篷重新架起来，恢复钻坑嘛，
今天晚上重新开战，就是并行运输工作还原计划进行吧。大概位置站到那个2个点那个位置转啊，大概站到那个位置，然后再放。0到2到8 27 38 55。就是那个过滤器的那个。哎，小老头，我那个探光看的话，那个上头是不行的。另外一台电脑，另外一台电脑。师兄，他拼了4包，通了1包。101通了1次是吗？对对对，发动4，接收1。好的。重复一下，自动上平台。哦，他是用的0.106。两位把那个加热带的电断一下。再重复一下，是加热带上电还是下电？第一次青藏科考，我们叫发现性的科考。我走到哪儿，只要发现有新的现象，我这次科考就有收获了。这老一辈科学家的投入、奋斗和拼搏，几十年以后，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由科学问题主导。就是我去这个地方，我是带这个大的科学问题去的。要实现这个问题，那我必须要做什么样的科学的设备的准备，科学仪器的准备，哎，这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浮空艇9000米目标的升空现在开始。拉力1372，俯仰角0.6。收到。毛波车报一下拉力。毛波车拉力1237。收到。目前我们用于科学观测的飞机很难在这么高的海拔上进行飞行，长时间的飞行。用浮空艇进行观测，就是说它升空完全是依靠浮力，它没有任何外界的人为的这种动力去驱动它，所以你可以保证你观测的各种组分它是不受人为干扰的。大气中是什么状况，我们观测到的就是什么状况。海拔8000米。我觉得这次巅峰使命是我们第2次青藏科考开展以来规模最大、学科最广、观测的各种指标最多的一次科考任务，已经超过珠峰了。海拔8848。就是今天在8000多比昨天稍微湿一点点。有一点。然后呢，到8800以后走的和昨天都一样。低于100。那就比昨天稍微高一点。对。海拔8900。海拔9000米。毛波车缓慢停车，10分钟以后以10米每分钟的速度缓慢下降。人家从100嘛上到1万，已经可行了。没了。蓝已经停了吗？那是80年，
是我当研究生啊，所以我们是作为科考实习去参加这个项目。我那时候是跟着我导师，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做到解放车的那个汽车的这个驾驶楼里边去。这个解放车呢，我们导师当然要坐在什么这个解放车的驾驶楼里边了。然后我们还有个大师兄比我们年龄大了好多，说那当然你也是这个驾驶那边。剩下我们另外3个就是这个人化混装的这个汽车上面说，哎呦，我们是不是再能租一辆解放车？什么我们也坐在驾驶楼。当时这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我相信这些成果，最后一定能为我们的国家，也为人类做出科学的贡献。好，谢谢大家。说的这个心情激动，压力也大，这个释放压力，所有的压力基本都是他这，经常对他一个人身上靠，我也能感受到。就是在表达是说到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才就是昨天最后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很激动，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张老师、何老师，我看他们都快眼泪出来了。记录和高速，并不是咱们的终点，起点只是咱们的起点。不同的阶段最困难的事情都不一样。在没有充气之前，我也觉得是个挑战。在8000到9000的那个阶段，我也非常紧张。经过了以后，好像自己也没有觉得真的是那么艰难。搞了几十年兵经，一直在不同的山脉里面，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都没有给人感觉到有打退堂鼓啊，或者心理上不能承受的这种概念存在。这样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一段呢，这段就是粗理性，非常粗的理性。第2次青藏科考，它是一个历史的传承。第1次青藏科考是摸清家底，第2次青藏科考是揭示变化。从国际层面，联合国环境署刚发了这第3级的环境评估报告。青藏高原过去几十年的变暖、变湿、环境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So